Marvel 2天涨了16个百分点，市场上铺天盖地都是谷歌天价订单的说法。有人算出1000亿级别的采购规模，有人说谷歌直接砸120亿美元入股，庞佛这家公司一夜之间就拿到了未来10年的饭票。但我把 Marvel 递交给 SEC 的8K 文件逐字读完以后，发现市场炒得最凶的2个数字，没有一个是已经落袋的确定性收入。今天我们就把这笔交易拆得干干净净，谷歌到底承诺了什么？ Marvel 的股东会不会面临股权稀释，以及2天大涨16个百分点之后，你现在追进去买的是已经兑现的业绩，还是往后7年的乐观想象？如果你手上刚好持有 Marvel， 或者看到涨幅心动想进场，又或者你拿着博通、辉达正在担心供应链变天，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完。我会把合约条件、收入兑现节奏、股东稀释账本分开算，看完你就会知道哪些是确定的事实，哪些是市场自己加上去的想象。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先收藏，后续对照财报验证时随时能拿出来看。先说最底层的事实，这份合作协议是7月底签的，直到8月19日才透过 8K 对外公布。Marvel 要参与的是谷歌 TPU 生态里的多类定制芯片项目，从 AI 推理加速器、储存控制器、网络界面芯片到存储器界面芯片、静存计算，几乎覆盖了定制 AI 基础设施里的多个核心环节。这不是那种一次性买一批零件的普通采购，而是 Marvel 有机会钻进谷歌整个自研算力体系的深处，从一开始就参与架构定义。对一家半导体公司来说，能走进头部云厂商的核心供应链，而且不是只做一个零组件，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认可。真正让市场沸腾的是伴随这份商业协议一起公布的认股权证安排。谷歌拿到了最多5897万股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是每股206.58美元，期限最长可以到2033年。这5800多万股权证里，只有大约136万股是单纯按时间分季度归属，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和谷歌未来的采购额直接挂钩。也就是说，谷歌想拿到绝大多数的权证，就必须真金白银地下单采购，不是签个合约就能白拿股份。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直接就乘起来，5897万股乘以206.58美元，差不多121.8亿美元。于是就有了谷歌投资122亿美元入股 Marvel 的说法。但这里最容易被带偏的地方就在这儿。认股权证不是谷歌今天真金白银买了这么多股票，而是谷歌在满足归属条件之后，获得了一个按约定价格买入股票的权利。说白了，这是一套绑定机制。谷歌往后采购越多，能解锁的权证就越多。权证解锁之后，如果股价比行权价高，谷歌就行权赚差价，同时也变成 Marvel 的股东，双方利益彻底捆在一起。如果采购没跟上，或者股价长期低于行权价，这份权证对谷歌来说就没有太大实际价值。接着就是市场最爱讲的1200亿美元订单，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文件里写得很清楚，从 Marvel 2027财年第3季度开始，每实现5亿美元符合条件的谷歌采购，就解锁一档权证，总共有240档。5亿乘以240刚好就是1200亿美元，而且这个采购额的计算要从1年多以后才正式开始。换句话说，至少在接下来4个季度里，你根本看不到这1200亿框架里的大额收入对。现在很多媒体直接把这个数字讲成谷歌下单1200亿，庞佛 Marvel 未来几年的收入已经锁死了。但我要告诉你，文件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限定，叫自主决定的采购。也就是说，谷歌没有承诺一定会买这么多。这是采购的上限，不是采购的保底。1200亿这个数字成立的前提是谷歌在往后将近7年时间里，累计向 Marvel 采购达到这个规模，绝大部分权证才有可能全部归属。它不是已经签死的合同，不是确认的收入，更不会在接下来1-2个季度就通通跑进利润表里。这其实就是事件驱动行情里最常见的陷阱。市场永远习惯把潜在空间当成确定业绩，把最乐观的情况当成基准情景。你现在看到的股价上涨，很大一部分涨的是这份想象空间，而不是已经拿到手的订单。这一点你一定要心里有数，别被标题里的天价数字冲昏了头。再来说第二个普遍的误解，121.8亿美元不是谷歌已经投进来的钱，这个数字是所有权证全部归属。而且谷歌全部选择行权的情况下，理论上会支付的行权金额，它不是谷歌今天打给 Marvel 的现金，不是谷歌已经持有的股份市值，更不是 Marvel 马上就能拿到的投资。
谷歌最后会不会行权取决于太多变数，权证有没有顺利归属，未来股价够不够高，采购量能不能达标，甚至谷歌自身的战略会不会调整。讲得更直白一点，如果 Marvel 股价长期低于206.58美元，谷歌根本没有强烈的行权动力，与其花行权价买股票，不如直接在二级市场买更便宜。只有当股价显著高于行权价的时候，这份权证的价值才会真正体现出来。所以你现在听到的谷歌100亿入股，更准确的说法是谷歌获得了最高100亿级别的潜在入股权利，权利和事实中间差了10万8千里，把权利当成事实来炒，最后很容易为想象力买单。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原来这都是市场炒作出来的，这笔交易根本没价值。也不是这样，辟谣不等于否定，这份合作的真实价值从来就不在标题里的2个天价数字上。先说最扎实的一点，这是谷歌对 Marvel 技术能力的正式背书，能打进 TPU 生态的多个核心环节，说明 Marvel 在定制芯片领域的能力已经得到头部客户的认可。过去市场提到谷歌的定制芯片供应商，第一个想到的几乎都是博通，现在 Marvel 正式站到了台面上，这对它的行业定位和估值逻辑都是一次长远的提升。再往深一层看，这套机制真正的意义是把双方的长期利益彻底绑在了一起。这套权证机制设计得很巧妙，采购越多，谷歌能拿到的股权激励就越多，就越有动力继续采购。Marvel 拿到稳定的订单预期，也更愿意为谷歌投入专属的研发资源，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起点。只不过这个循环能不能转起来，还需要后续验证。更长远来看， Marvel 等于集这份合约拿到了 AI 定制芯片赛道的头部入场券。现在全球 AI 算力的大订单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少数几家云厂商手里，能成为其中一家的核心合作方，就等于在未来的算力扩张潮里站住了一个位置。后续不管是接其他云厂商的订单，还是在行业里谈判，都有了更硬的筹码。说白了，1200亿不是确定订单，但谷歌愿意设计一套延续到2033年的采购激励，这本身就是非常强的长期合作信号。这个信号值多少钱，市场可以有自己的定价，但你心里要清楚，你买的是信号还是结果。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说，就算打个折，哪怕最后只有2成、3成兑现，也是很大的增量，这笔交易怎么看都是利好。但我要提醒你，真正影响 Marvel 股东长期回报的，从来不是谷歌最多会买多少，而是 Marvel 为了拿到这些订单，需要让出多少利润，稀释多少股权。接下来这2笔账才真正决定这波上涨之后股价能不能站得住，还是说涨多少最后还要跌回来多少。很多人看新闻只看利好部分，对代价视而不见，最后往往就栽在这上面。先说股权稀释的账， Marvel 上一季的基本加权平均股数大约是 8.82 亿股，如果5897万股最终全部归属，而且全部行权，粗略算下来相当于现有股本的大约 6.7%。听起来好像不多，但你要搞清楚几件事，这不是一次性稀释 6.7%， 而是最长分布到2033年，随着采购逐步归属，对每股收益的摊薄是慢慢释放的。而且权证行权的时候，谷歌是要付现金的，这笔钱会进入 Marvel 的账上，变成公司的现金储备，可以用来研发、回购或者扩产，不是白白送股。当然，如果 Marvel 后续用经营利润回购股份，也可以抵消一部分稀释影响，但这又是另一个变量了，不能现在就当成必然会发生的事。真正的问题在于新增的订单带来的利润能不能盖过股本扩大对每股收益的摊薄。如果每增加1块钱收入只能带来很少的利润，最后却要稀释将近7个百分点的股份，那对老股东来说，账面收入涨了很多，但自己手上每股赚到的钱反而没涨多少，甚至可能下跌。这本质上就是一场交换。Marvel 用潜在的股权稀释去换取大客户的长期采购空间，这笔买卖划不划算，现在没有答案，要走一步看一步。但你至少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订单，谷歌愿意绑定这么深，不是来做慈善的。再来说第2笔账，收入规模再大，不代表利润率就一定好看。谷歌是什么级别的客户？是全球顶级的云厂商，采购量巨大，议价能力极强。他愿意把订单交给你，一定是因为你能给他更有竞争力的价格，而不是来帮你提高毛利率的。往后就算采购规模真的做起来了，你也要盯着几件事：定制芯片的毛利率到底在什么水平？专属的研发投入是谁来承担？量产过程中的良率风险怎么分摊？
Marvel 的收入会不会过度集中在谷歌这一家客户手上？还有谷歌会不会同时保留其他供应商，让大家互相压价？对股东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 Marvel 替谷歌做了多少芯片，而是每做$1的芯片，最后能留下多少利润。收入涨了50%，利润只涨了10%，甚至还下跌。那这种增长对股价的支撑力其实非常弱。很多投资者看新闻只看收入数字，以为订单越大越好，但其实低质量的收入增长有时候还不如不增长。这一点在半导体定制代工领域尤其明显，看起来热热闹闹接大单，最后算账发现赚的都是辛苦钱，股价也不会给太高的估值。讲完 Marvel 自己，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2个问题：这件事对博通意味着什么？对辉达又意味着什么？毕竟很多人手里都拿着这2只标的，一听到谷歌有了新合作伙伴，心里就开始发慌。先说博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谷歌的定制芯片业务很大一部分是和博通合作的。现在 Marvel 进来，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谷歌正在扩大合作伙伴组合，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这是大客户非常正常的供应链策略，永远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既能分散风险，也能增加自己的议价权。但你不能直接就得出谷歌抛弃博通的结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哪些项目转向了 Marvel， 哪些仍然由博通负责，这是存量订单的重新分配，还是谷歌新增了项目让2家一起做？不同的情况对博通的影响天差地别。如果只是增量项目，那对博通其实没什么实质性打击，只是蛋糕做大了，多一个人分而已。如果是存量替代，那才是真正的坏消息。在更多细节浮出水面之前，直接因为一份权证协议就看空博通，未免太过草率。再来说辉达，谷歌加强定制 TPU 芯片，这背后的大趋势很清楚。大型云厂商都希望掌握自己的算力底座，针对内部稳定的工作负载做定制化优化，降低对通用 GPU 的依赖，同时也能压低算力成本。不只是谷歌、微软、亚马逊都在做一样的事，但这不等于 TPU 会全面替代辉达的 GPU。你要分清楚2种场景，像谷歌内部搜索、推荐、推理这类稳定标准化的工作负载，确实适合用定制芯片来做，性价比更高。但通用训练、多模型切换、生态兼容这些场景依然是 GPU 的优势领域，短期内很难被替代。更何况谷歌自己也在同时采购辉达的 GPU， 一边扩建自研 TPU， 一边继续买通用算力，这2件事根本不矛盾。所以这份合作是定制芯片渗透率持续提高的一个信号，但绝不是辉达需求立刻崩塌的证据。把这件事解读成辉达的末日，就有点太过耸人听闻了。说了这么多，可能你会问，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这笔交易的价值？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吧？其实不用猜，接下来你只要盯紧几个关键的验证信号就够了。最核心的一个，看下一份财报里管理层有没有提高定制芯片业务的收入指引。如果这份合作真的有很确定的短期订单，管理层一定会在财报电话会上更新指引。如果到时候指引没有明显上调，那就说明短期内能兑现的收入其实有限，现在股价涨的主要还是远期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盯着后续的 SEC 文件，看权证的归属进度到底怎么样。每归属一档权证，对应的就是$5亿的采购，反过来推就能算出谷歌真实的采购兑现了多少。这个数字是写在官方文件里的，做不了假，比任何分析师预测都靠谱。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要看收入增加的同时，毛利率和每股收益有没有同步改善。如果后续几个季度定制芯片收入确实起来了，但毛利率掉了，稀释后的每股收益也没怎么涨，那就要当心了。说白了，股东最终赚的是每股收益的钱，不是总收入的钱。这个底层逻辑永远不会变，你可以把这几个观察点记下来，后续每个季度对照着看。比起天天盯着股价涨跌，盯紧这几个核心变量，反而更容易做出冷静的判断。最后，针对不同状况的人，我也说说我的看法，给你一个决策的参考边界。如果你已经持有 Marvel， 不要因为看到1200亿订单就急着继续加仓。你先想清楚几件事，这份合作带来的是完全新增的收入，还是本来就有的项目换了一种说法？管理层后续会不会上调业绩指引？现在的股价是不是已经把未来5、6年的乐观预期都提前反映进去了？事件驱动带来的上涨，往往涨得快，回调起来也快，千万别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冲动加仓。
如果你是这两天看到涨幅心动想追进去的人，你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你现在买进去本质上不是在买现在的业绩，而是在压住好几件事。你压住谷歌未来7年会持续向 Marvel 采购，压住 Marvel 股价长期高于$206的行权价，压住新增的利润能盖过股权稀释的影响，还要压住 Marvel 能顺利执行这么多定制芯片项目。这些变量里只要有一个不及预期，现在的价格就可能贵了。我的建议是，至少等一次财报验证，看到真实的订单兑现或者指引上调再考虑，风险会比只凭一则新闻就冲进去可控得多。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博通或者辉达，也别急着马上换仓，先搞清楚两件事：谷歌到底有没有削减原有供应商的订单？这些新项目是存量替代还是增量扩张？定制芯片的增长是不是真的在侵蚀通用 GPU 的采购需求？现在信息还远远不够充分，因为一则消息就乱动仓位，反而容易两边打脸。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两天的市场反应，其实特别有意思。一份本质上是长期激励框架的协议，被市场解读成了天价确定订单，股价2天就涨了16个百分点。这就是股市的常态，永远先交易想象，再验证事实。而普通人最容易亏钱的时候，就是把想象当成事实的时候。谷歌与 Marvel 的合作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但市场流传的1200亿不是已经签死的订单，121.8亿也不是谷歌已经投进去的现金。这笔交易真正的本质是 Marvel 用最高大约6%到7%的潜在股权稀释，换取谷歌未来7年的采购激励。它值不值得，从来不取决于标题里的天价数字，而取决于采购的兑现率、项目的利润率以及最终每股收益能不能实实在在增长。说到这里，我很好奇，你觉得谷歌这笔安排是真的要给 Marvel 喂大订单，还是用股权激励的方式压低自己未来的芯片采购成本？可以留下你的判断。如果你也希望在美股市场里避开标题党陷阱，多从官方文件和产业逻辑出发，看懂公司，不跟风，不盲从，赚自己认知边界内的钱，欢迎继续关注这个频道，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在财富和认知上实现双重复利。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仅仅是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财务或法律建议。